这次的影片是要介绍使用 OpenPose Editor 这个 plugin 来编辑超女真美女的动作。首先先安装这个扩充程式，切换到 Extensions， 有一个叫 OpenPose 的 Editor 这一个，所以在 Available 这边呢，按下 Load From， 然后 Ctrl 加 F 来找。这个就找到 OpenPose Editor， 在这里呢，按右边的 Install， 然后到这个按钮点一下，看有没有安装成功。有，这边已经安装成功了。所以一旦成功以后，你就要 Apply and Restart UI， 它就会重新启动这个 UI 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OpenPose Editor 怎么用。先切到 OpenPose Editor 这里，切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骨架。我先介绍一下这里的 UI 好了。这边呢是宽度跟高度，宽度跟高度呢会对应到我们等一下要产出的图的宽度跟高度，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调整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这个 Add 呢就可以把骨架加进来。然后这一个是 reset 就是比如说你做了这种很奇怪的事情以后，你可以 reset 它，它就不见了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再按 add 把它加进来。所以 add 的功能是这样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比如说这样出现一个十字符号，你就可以移动它。你把它移到旁边以后，就可以加 add， 可以有2个骨架，当然也可以再加1个，3个骨架都可以。不要的没有办法 delete， 只能按 reset。那我们再按一次 add 把它加进来。加进来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修改了。首先是对角线呢，可以放大跟缩小。中间的这个控制点呢，你可以压扁跟拉长。接下来我来说明这些上面的东西代表什么意思。点到画面其他地方，那个刚刚的选取框就会不见。这个呢是手臂，整只是手臂。这个面对它的话，那这是左边的手臂，这是右边的手臂，这是上臂，这是下臂。这边是肩膀，所以左右2个肩膀。如果你要把手举起来的话，你就要先调整这个，这样子。那你也可以调整这个，但是这里不会一起动，它不像一般的什么绘图软体的或者是 3D 软体的骨架可以一起动，不行，你要自己动。那自己动有个缺点，就是其实人体的比例啊都是有一定的比例，比如说手臂的上臂的长度跟下臂的长度会呈现一定的比例，所以一旦你去拉出那种不正常的比例，你产出的图看起来就会怪怪的。接下来介绍头部，这个蓝色的这个点是鼻子的地方，上面这个紫色的跟有点粉红色的这是左眼跟右眼，这是左眼跟右眼，这个呢是耳朵，这是耳朵，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要这个人呢往左边看的话，那你的鼻子要先放到左边来，你的眼睛要跑到这边来。你的耳朵要在这里，另外一个耳朵会在另外稍微边边的地方，这样子，它会离这个眼睛比较近。好，你如果看一个地方的话，会变成这样子。你往左边看呢，这个鼻子会跑到这边来，靠左边，然后左耳会比较接近你的左眼，然后右眼呢，跟右耳之间呢就会距离比较远，所以这样子就会看到左边去了。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右臂的部分呢，因为刚刚介绍过，我就不用讲了。这个呢是躯干，身体躯干的部分，就是你的上半身。上半身，那这个呢是下半身，左大腿跟左小腿，右大腿跟右小腿。所以你要，比如说我希望一点，就是我的右边的小腿是翘起来的，就这样翘起来，你可以这样做。
但是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人体的比例啊，小腿跟大腿有一定的比例。比如说，我们的小腿一定会稍微长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如果你的大腿太长，小腿短了，就感觉很奇怪，就不是很漂亮，这样子。那这是左腿跟右腿的这个距离要调整好，这代表这个地方是一个骨盆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两个很近的话，屁股就会看起来很小；这两个远的话，屁股看起来就比较大一点点。各位可以自己看看。然后我们设计了很久很辛苦以后呢，就可以用那个 Save JSON 把它存起来，或者是 Save PNG 这样子。那下一次就可以直接拿这张图做修改，或者是把它再拿来使用。所以我先 Save JSON 来，然后也可以 Save PNG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删掉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可不可以读进来，选择 Load from JSON， 找到你刚刚存的那一个，按下开启，它就进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试试这个效果。首先，我们先用 PNG Info 把之前的图把它给读进来，然后选的是这一张图。这是我这几天试出来还算蛮漂亮的图，把它拖移进来，然后把它那个 Send to Take to Image 在这里，这个是512×768，可是我们的图不是512×768，所以回到我们的 OpenPose Editor 这边，我们的图是512×512，这样比例会乱掉，所以要调整一下，所以把它改成768。所以这个人的位置就不对了，把它按着整个选取起来，往下拖移，然后这个比例一定不对嘛，所以按下对角线的这个控制点，把它拉大，这样子，这样应该会蛮好看的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当然也可以再存一次，我就不做这个了，直接把它 Send to Take to Image 在这里。这张就变了，往上卷动。我们来看一下 Take 有没有不适合的地方，检查一下。因为我们现在是站着，所以这个 Sitting 的要把它拿掉。其他的应该可以保留。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是我的那个 ChatGPT 做出来的。我都会跟他讲，我们前面的课程有讲到说怎么样去训练它，所以我就会用上次训练好的方式呢，比如说我希望去什么春天的花园里有什么什么的这样子，然后让它产生这个 prompt。我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因为你描述的很详细。所以你的 take 就会很丰富，产生的图就会很好看。然后这时候我按下产生，各位知道为什么没有变吗？因为我没有去 enable 它，这里忘了按了。那因为你是直接用OpenPose Editor 做的，所以这个前处理就选择 None 就可以了。Model 要选择 OpenPose。这个呢 ，Weight 就设定成1，先这样看看。这个模型做出来真的蛮漂亮的。虽然很好看可是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为什么它还是坐着？有可能是我们比例的关系。我们到那个 OpenPose Editor 再做一次哦。把它用扁一点点来看看。
然后再来做一次。啊，这里没有调到啦。所以因为你没有调到，它就变形了，这样不行了。这样我们等一下这边会变形，所以再把它拉回来。再试试看。看起来没有效果，有可能是这个种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把种子变成乱数，再跑一次。这个是坐着，可见我们的比例不对，所以我们要回到这里来，我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样做东西其实不容易哦，因为我们的比例跟真人的比例不太一样。你各位知道这条线其实可以，小腿其实可以超过画面，就是不要出现腿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把它变长。你只要把它拉超过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它的小腿就长出画面外。然后这样子，等一下会怎么样？腿会看起来很长。先暂时这样好了。我们把它放大来看，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算不错了，除了手以外，可以再重新产生就可以知道了。不过我们先不管这个了，我们切到那个 Open Pose Editor 这边。刚忘了跟各位讲啊，这个肩膀的部分，人如果朝这一个左方的话，这个左边这肩膀会变得比较短，然后右边的肩膀会比较长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你自己在调整的时候，自己要不断的尝试。那别忘了把这个存起来，你可以两个都存，这样。好，那另外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可以从一张照片来侦测它的骨架。举个例子好了，这边有我已经先抓好了图，我们来侦测它的骨架。首先按下这个 Detect from Image 这个按钮，然后我们选择这张图，这个 Open Pose Editor 就会帮我们去侦测它的骨架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稍微做一些微调。比如说像这个它没有侦测到，因为手放在屁股的后面，所以这边要稍微往这边拉一下，这样子。然后眼睛的位置呢，它大致抓到，你也可以把它再稍微调一下都没关系。这样，然后这边的宽度跟高度要跟这张图一样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宽度高度多少，489跟613，所以这要改成489、613。所以差不多会在这个位置。接下来我们把它 send to take to image， 这里要489、613，要记得改好。然后上面这个要改成489、613。那整个都检查过一次，这里要把它变成乱数，按下产生。我们看一下这张脸，这脸不是很好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宽度小于600，所以你小于600的话，你产生的脸就解析度不够，就会不好看。所以我们可以按下这个按钮来做高画质的 fix。这里呢 ，steps 把它设成20，
Denoising Stress 呢设成0.45，Upscale 呢，我们把它不要太高哦，因为我会当掉。我可能只能到1.6好了。我的显卡不能超过1200啊，会当掉。我先这样好了，就这样1.6，按下产生。我们点击放大，这个脸已经变得很好看了。接下来我来讲一下怎么样去找到刚刚那些参考的动作的图啊，比如说像这一张或者这一张这一种，我也可以到这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角色的动作可以让我们选择来做参考。比如说你往下面卷动，你就可以看到 New Pose 这一个，你可以按下 See All。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动作，可以拿来给我们的 Open Pose Editor 来参考。假设我要选择的是这一个，你就点进去，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。这样，你按着滑鼠左键呢，你就可以去改变它的角度。滑鼠的右键呢，按着它，你就可以去平移它。好，这是简单的设定。那这眼睛的部分呢，点下去。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可以去修改，比如说你可以加上你的地板啊什么的，地板的 grid 啊、格子啊等等的，这些上面的这些呢，会影响我们 Open Pose Editor 的判断，所以全部都建议把它关掉，只有这个 Shadow 把它打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可以先关掉。在第二个这一个呢，这个是近摄，那我选择这一个。第三个呢，第三个你可以选择男生跟女生，那我这边选女的，这样子。这个呢是摄影机，这个摄影机呢可以选择各种不同上视图啊，从后面啊等等的这样子。各位可以自己去玩玩看。这个是灯光的部分哦，灯光的部分有各种什么3点光源啊之类的，然后我们选择的是最左边的这一个。那这个姿势呢，假设你已经决定好了，你怎么样把它抓下来？我们需要一个萤幕的截图软体，在这里呢，我找到一个就是这个，我一直在用的。我也会把它放在那个影片说明里面，那各位可以去抓这一个，这里就可以下载。那你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版本。好，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一个。那我现在就把它给抓下来，点选这个以后，我想要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好了，然后我用这一个刚刚那个软体。直接选择左边数来第3个，框下来，这就是我要的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存档了。存档完以后，就可以回到我们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到这个 Open Pose Editor 这里，你可以把它。一样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，Detect from Image。那刚刚应该是这个，点下去按开启，它就进来，它就抓到我们的那个骨架。然后一样的，我们需要做修改，这只脚要到这边来，这个呢是在这里，这个是在这里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宽度、高度啊。这个是417371，
这个417371只是让我们看它在里面图的比例是怎样哦。这个地方不改也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你到 Send to Text to Image 这里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对，这样子。按下产生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大来看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解析度再调高一点，会更漂亮。今天最主要是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 OpenPose Editor， 了解每一个东西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教大家从这个免费的网站里面去挑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动作，把它截取下来以后，到这一个 OpenPose Editor 去 Detect from Image， 我们来取得它的姿势，然后把它送到这一个 Text to Image 里面，让它产生我们要的图案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